手工就一定很粗糙嗎？這裡是 Swap77，對不起，我只拍出來車。今天我們來聚焦。上期我們聊完了 Liberty Walk 的走街姿態，而同樣作為全球頂尖寬體代名詞的 R/B 到底有何不同？我相信很多人對 R/B 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一個蓬頭垢面的大叔，叼着煙，拿着電鋸，甚至像在肢解一樣的粗暴對待一台優雅的風能保時捷911。如果你也曾經這麼想，那請在彈幕上扣個1。但事實上，這位看似5大3粗的硬核匠人，他的手藝能夠達到如今的圖騰地位，絕非只靠視覺震撼，而是源於最純粹的賽道功能主義。R/B 創始人中井啟，日本千葉縣百事人，和那個時代無數的日本熱血青年一樣，他的玩車生涯是從一台 A186 開始的。在日本當時的泡沫經濟的尾聲，年輕人的改裝文化正如火如荼，而 A186 憑借着極佳的車身比例、極高的動力可玩性和後輪驅動，成為完美的賽道玩具。中井啟開着它征戰筑波、茂木等賽道，跑圈速、跑耐力賽，周末跑跑山。當然，他還有一項拿手好戲，那就是Drifto漂移。为此，年輕的中井啟和死黨們組建了一支深夜山路漂移車隊，名字就叫 Lovet。在一邊打工一邊賽車的日子裡，井之哥不僅積攒了精湛的整備手藝，也存下了人生的第一筆重金。年少輕狂的他做了一個徹底改變他命運的決定，拿下一台風能保時捷911 930 Turbo。戰順版，隨後開始用自己的手藝進行修復和改裝。在日本當時的賽車圈 ，Porsche 絕非井之哥獨有，而大佬們開的往往是更新的、更限量的版本。真正讓中井啟魂牽夢繞的是，保時捷為了征戰90年代勒芒等國際賽事而推出的終極賽道機器。原廠自帶鉚釘寬體的993 GT2 Evolution 以及 3.8 Carrera RSR， 為了塞下更寬的賽用熱熔胎，直接切掉葉子板，粗暴的用螺絲和鉚釘直接固定玻璃纖維後輪拱的暴力美學。在賽道上絕對是獨一檔的帥。身為賽道老炮和手工匠人，我們的井之哥哪裡忍得住呢？他決定用自己的雙手打造屬於自己的第一台寬體保時捷911。經過無數次的試錯和調整，他的0號機就此誕生。他用德語為自己的改裝概念命名為 Lovet Begriff R/B， 粗糙世界概念。而這個名字正是當年的那支 A186 漂移車隊。他把當年玩86那股粗獷不修邊幅，只為極限駕駛的熱血，原封不動地拍在了這台風能保時捷911的臉上。而這台初代黑金配色的930呢，也被他賦予了最愛的比利時啤酒的名字 Stella Artois。這台初代 R/B 一經現身便大驚四座，那種傳承自勒芒賽車的狂野純手工風格，比原廠更炸裂的視覺張力，讓中井身邊的車友們紛紛淪陷。不久後，由中井親自操刀的 R/B 軍團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大賽道日以及深夜的首都高和高速服務區裡面。隨着名聲大噪，對細節極度執着的中井開始不斷精進套件精度，並開發出了風冷巔峰993的寬體套件。他自己的3台座駕代表了 R/B 的3種極致：930 Turbo 的 Stella Artois， 白色暴走賽道風格的964 Nutty Dress， 以及將狂暴渦輪風格推向極致的紫色993 Rotana。很多人認為 R/B 只是個盆栽外觀檔，但中井的個人座駕全都是為了硬核耐力賽而生。這台暴力的993 Rotana 曾經在駐波刷出過58秒8的驚人圈速，這在風能老車裡絕對是頂級賽道機器的實力。所以不要再質疑 R/B 只有外觀啊！隨着 Speedhounds 等國際媒體的轟炸式報道，以及極品飛車等遊戲將其收錄 ，R/B 徹底揚名全球。在太平洋對岸的美國，甚至誕生了超過150台的 R/B。那麼，當我們拋開情懷，用最挑剔的鏡頭去放大 R/B 的裝配細節，它到底是什麼水平呢？我有幸2次近距離的拍攝中井先生的裝車過程，並且在國內記錄一台964從切割到誕生的全流程。那麼接下來，請跟隨 Swap77的鏡頭，我們一起來拆解井之哥在裝車現場那如同精密手術般的藝術手法。從最初的設計、開發、套件打磨到最核心的現場裝車，除了噴漆全部由中井啟一個人完成。在這流水線工業代替一切的時代，每一台 R/B 都承載了一個老派手藝人賦予的絕不重複的靈魂。中井啟對保時捷911的理解早已滲入進了骨子裡，在裝配時每一個微妙的角度、每一個寬體的縫隙，他的眼睛就是那把世界上最準的尺。看似最簡單的氣動工具和雙手，背後卻是40年來在賽道和車間千錘百煉出來的直覺。這種安裝方案只屬於他，
無法被複刻，也無從模仿。每一台車的現場安裝時間都被極其精準地把控在2天之內。他抽完一根香菸的休息片刻，剛好都卡在黑膠風乾的最佳時刻。打磨、測量、標記、切割、對位、固定、清理，這一串行雲流水的動作背後，無論身邊的圍觀者多麼的嘈雜，長槍短炮如何閃爍，他始終一言不發，徹底沉浸在與這台風冷老車的對話小世界裡。就連最核心的4輪定位，這位玩了40年車的老油條，也能用最 old school 的經驗，配合極其簡單的膠布拉線測量，僅憑雙眼和直覺就能找到那屬於911尾部最完美的平衡。坊間有很多傳言說，中景喜在裝配拖車鈎時，只是用黑膠做了個好看的造型，並不能真正的吃力。其實這恰恰是他對車主的一種溫柔，因為安裝真正下賽道拉拽的拖車鈎，需要在保時捷真用的車架上打孔。而對於絕大多數小心呵護、不會在賽道裡大肆霍霍的車主而言，這個動作的破壞性遠大於實用性。他用最體貼的方式留住了車最帥的樣子。伴隨着最後的禮儀，景子哥與車主一同在車頭上貼上那條標誌性的 RWB 遮陽拉花，一台全新的 RWB 風冷911宣告在這個世界上誕生。而在全場歡呼、開香檳慶祝的普天同慶時刻，景子哥往往會默默退到人群之外。他只是又平靜地點起一根煙，風輕雲淡，注視着眼前這台剛剛完工的作品。那一刻，蕭蕭的煙霧升騰，人和車之間仿佛完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謝幕交談。如果說一台 RWB 誕生是中景喜的個人孤獨修行，那麼每年年初的 RWB 新年聚會就是全球風冷信徒的終極朝聖。我曾經在現場用鏡頭記錄下來這個震撼的時刻，當幾十台由同一個男人親手雕琢、形態各異的街道怪獸割開空氣，在聚會裡一字排開，那種排氣轟鳴的共振，能讓在場每一個人都頭皮發麻。車主在這裡分享駕馭的快樂，而中景喜依然像多年前那個在賽道邊玩 A186 的年輕小伙一樣，站在車主和車迷中間，帶着標誌性的微笑。這時候你才會明白 ，RWB 早已超越了一個改裝品牌的範疇。中景喜不僅用大電鋸和鉚釘復活了風冷保時捷的靈魂，更用他40年的執着，在這個功利的世界裡，為不願意長大的玩車人築起了一個純粹、狂野、充滿溫度的烏托邦。如今 RWB 推出水冷997世代的寬體，已經過去了6個年頭，外觀細節依然在不斷的進化。但我相信，在那個男人的心裡，已經有了這台後輩超越前輩的最帥氣的模樣。在汽車改裝圈，中景喜就像一個搖滾明星，無數人渴望得到他的親筆簽名，但他也有個規矩，找他簽名一次收$10。但實際上呢，這筆錢他1分都不會留，全部捐給了身患重症的無助孩子。如果說 RWB 是在宣揚一種純粹的街頭叛逆，那中景喜的這份舉動，則是他用最細膩的善意去縫補這個粗糙的世界。OK， 這就是本期關於 RWB 故事的解說。不知道看完這些內容後，你還喜歡 RWB 嗎？這裡是 Swap777，對不起，我只拍帥車。我們下期見。